当我们谈论现代货币理论 （Modern Monetary Theory，MMT） 时，我们其实在探讨一个极具争议且引人入胜的经济理论。这个理论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获得关注，主要是由经济学家如 Warren Mosler、Bill Mitchell 等人推广。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观点是，只要国家拥有自己的货币，它就能够无限制的印钞，因此不需要过分担心债务。这个理论挑战了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观点，引发了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激烈讨论。在全球范围内，美国是最近几年开始实验性的应用现代货币理论的国家之一，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等问题。美国通过增加政府开支、减税等方式，试图刺激经济增长，而这些措施的财政资金主要来自于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。这种政策在短期内确实对经济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，但同时也引发了关于通胀和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。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认为，只要国家拥有自己的货币，就可以透过发行货币来满足其财政需求，而不必过分担心债务。他们主张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利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，即使这意味着要增加国家债务。然而，这个理论也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，他们认为无限制的印钞会导致通胀失控，并最终破坏经济稳定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我们将深入探讨现代货币理论的起源、发展以及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。我们将分析为何一些国家会选择应用这种理论，以及这种经济政策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。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，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视角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现代货币理论及其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应用。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，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，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麻烦你点赞和订阅，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。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谢谢你。当我们深入探讨实施现代货币理论 MMT 的国家时，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在实施该政策时，各自面临着独特的经济情况和挑战。以美国为例，近年来在面对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的情况下，美国政府采取了类似于 MMT 的政策。在金融危机后，为了刺激经济复苏，美国透过量化宽松 （quantitative easing） 等手段大量增加货币供应。这种政策的目的是降低利率，增加金钱流通量，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和就业。虽然这种政策在短期内有效促进了经济活动，但也引发了通胀和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。另一方面，日本自1990年代以来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。面对长期的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，日本中央银行实施了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，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来增加金钱供应量。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活动，但也使得日本政府的债务水平大幅上升，引起了对财政健康的担忧。在这些国家实施 MMT 相关政策后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共通的经济转变。首先，这些政策在短期内确实对经济活动产生了刺激作用，尤其是在提高就业率和消费者支出方面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国家也面临着通胀压力的增加和货币价值下降的风险。此外，政府债务的快速增长也成为这些国家必须面对的长期挑战。这些案例显示，虽然现代货币理论提供了一种非传统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，但其长期效果和潜在风险仍需进一步观察和分析。接下来的段落将深入探讨这些国家采取 MMT 政策的具体情况，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全球经济。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，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。我给你点个赞，你也给我点个赞，好吗？在探讨现代货币理论 MMT 对特定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影响后，我们转向考量这一政策对全球其他国家及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。首先，实施 MMT 政策的国家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，可能对全球货币市场产生重大影响。例如，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仅影响了美元的价值，也对全球货币汇率产生了波动，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。这些国家的货币相对于美元可能贬值，影响其进口成本和外债负担。
从而对其经济稳定性构成挑战。其次 ，MMT 政策可能导致全球资本流动的变化。随着主要经济体采取宽松货币政策，全球资本寻求更高收益的趋势可能加剧，从而流入那些提供较高利率的新兴市场。这可能会对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产生影响，增加其面临的金融波动风险。另外 ，MMT 政策的实施对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。由于这些政策打破了传统的经济和财政规范，其对全球经济平衡的影响需要被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（IMF） 和世界银行等更加仔细地监控和评估。此外 ，MMT 政策引发的国际讨论也促进了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反思和创新。全球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被迫重新思考政府债务、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，从而可能导致新的经济政策理论的出现。总结来看，现代货币理论的实施不仅对实施国家产生深远影响，也对全球经济体系带来了重要的影响。这些影响既包括经济稳定性的挑战，也包括对全球经济政策和治理的新思考。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， MMT 及其相关政策的未来影响仍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。